有请主持人撒贝宁、尼格买提。欢迎各位收看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大型科普节目《加油向未来》，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我是小宁，欢迎各位。也欢迎我们来自不同年龄阶段、不同专业背景的24位爱好科学的科学猜想团成员，欢迎你们。今天是我们《加油向未来》第3季的抢位赛了，是的，也就是倒数第2场比赛。经过今天的抢位赛之后，就剩1场总决赛了。也就是说，今天要决出的是总决赛的最后一个名额。在之前，我们已经保送了前3名进入到了最后的总决赛。他们不是保送，他们是靠实力上来。这3个人分别是陈坤宇、林然、张浩林，祝贺他们。他们3个将在下一期总决赛当中率先亮相，但是总决赛我们一共有4个名额，还有1个人是谁呢？这个答案要在今天揭晓。这一个人将在我们今天的对战当中来产生，而今天的对战是在4个人之间进行。这4个人就是紧随陈坤宇、林然和张浩林其后的，排在第4位的刘金石，排在第5位的韦坤杰，排在第6位的李潇然和排在第7位的王文轩。他们4个人将通过今天的抢位战来争夺那唯一一个进入总决赛的名额。而我们今天抢位赛的规则是这样的：抢位赛规则，积分榜排名第4至7位的4名选手进行抢位，争夺一个决赛名额。由积分榜排名第4位的选手抽取对手，其余2名选手自动成为对手，产生2组1对1的对抗阵容，比拼1道实验猜想题加5道线索抢答题，败者淘汰，2轮胜者再进行1轮1对1的对战，比拼1道实验猜想题加5道线索抢答题，胜者抢位成功，进入总决赛。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排名第4位的刘金石进行抽签。14岁的超长小少年刘金石，生物化学一骑绝尘。宇宙大爆炸初期产生的3种元素是什么呀？氢、氦、锂。氢1个质子，氦2个质子，锂3个质子。希望能全都听懂。斗志满满，对擂台充满渴望。失败不给自己找理由，我一定会卷土重来的。从出战第1轮的小目标，到连胜2轮的大目标。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不为失败找借口的坚毅少年，坚持不懈又卷土重来，能否如愿抢位成功？刘金石的抽签结束之后，他将锁定另外3个人当中的1位作为自己的对手，而剩下的2位将自动组成一队1对1对战选手。刘金石，请你转过身去。S-Man， 请做好准备。刘金石随时喊停。心里想一个人。心里想一个人。想抽到韦坤杰，然后最不想抽到的就是王文轩。停。7号，王文轩。笑着迎接每一个我的对手。有请王文轩。有点意外。王文轩文艺与理工并重，颜值与智慧双高，人称 T 台学霸。我来自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大3年级在读，也是2017年世界小姐中国赛区的亚军。艺术经历与科学知识有效贯通，善于运用生活经验解释科学原理，推论实验结果，说出一个人体组成部分。毛发。上大学的同时兼职做模特啊，接触了这个行业之后，就比如说整理头发这些细节，然后才会理解的更多。回答正确，祝贺王文轩。第4期首发出战，惜败23人团，却笑称自己已经赚到。我在榜上了，我觉得我这一季已经圆满了，就有这种感觉。本轮抢位毫无胜负心的他，是否再用低姿态赢得高段位？听听2位此刻抢位战的开场，有什么样的对战宣言？我今天的对战宣言是：遇智挑智，遇强战强，笑对挑战。跟他去比的话，我没有优胜的把握。
我今天的对战宣言本来还想说之前那句嘛，花开半时偏言，就是觉得已经开到了半决赛，那就接着开下去吧。我觉得两位选手今天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压力，对，因为今天不再是涉及到积分榜的积分问题，今天涉及到对战之后谁还有机会能够继续去争夺总决赛资格的问题。所以对于两位来讲，这一战就将决定你们的命运。来，我们首先来看你们将要面对的第一道实验题。你别看科学今天这么发达，但是有一些问题直到今天为止科学回答不了。真的太多了，比如说百慕大三角，对，就是飞机飞过去会消失。关于百慕大三角有很多的传说，直到现在为止，据说科学家还没有给出一个非常明确的对于百慕大到底为什么容易导致飞机轮船失事的原因。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节目，是不是今天在加油向未来，我们就有可能解开百慕大之谜？首先来看看百慕大究竟在什么地方吧。好的，好不好？来，百慕大三角究竟在什么地方呢？球来。哦。哎。百慕大三角地处北美佛罗里达半岛东南部一带，是指由百慕大群岛、美国的迈阿密和波多黎各的圣胡安这3个地点连线形成的一个东大西洋三角地带，被称为魔鬼三角区。坊间传闻，至今百慕大共发生的沉船事件，竟然多达300多起。就是这片海域，有近100架飞机，2000多人在这一区域失踪。关于这些失踪的事件啊，有一种科学解释，是叫龙卷风暴说。什么叫龙卷风暴说呢？就是指这个百慕大三角的风向和洋流非常的复杂，而且变化多端，天气更是反复无常。这些现象使这个地区的天气不是互相冲突呢，就是互相聚合，而且这些现象互相产生冲突的时候，就很有可能形成突然的水龙卷，还有风暴。水龙卷风暴能使飞机失控，甚至造成飞机的坠毁，而且也能将船只卷起，甚至打成碎片。从书上看到说，大部分的船和飞机在消失之前都没有发出求救信号，突然就消失了。来不及。对，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一些失事的船会在某一个不该发现船踪迹的地方被找到。还有另外一种推断，叫做触礁说。因为百慕大附近有很多的这个海域都存在锋利的珊瑚礁，像一把利刃，如果船不小心驶入到这个海域，而且如果船上的驾驶人员没有发现的话，那么在经过的时候很有可能会被它撕开船的底部，甚至造成船毁人亡的悲剧。此外，还有一种说法，那就是漩涡说。海面形成漩涡的时候，会形成一个水面的凹镜，漩涡会反射太阳光，聚会于一点，就像一个太阳能罩一样。所以，当飞机经过这个水凹镜的焦点的时候，便有可能会因高温而产生爆炸，而轮船也有可能会被这些巨大的漩涡卷入海底。据说这种情况一般发生的时候都是风平浪静，阳光充足。所以作为研究科学的人，我觉得一定要到实地去感受一下。你的意思是跳到海里去？更多的我们是不是没有安？但以我的身高，我估计下去就不见了。再见。刚才说了这些关于百慕大的科学家的推论，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你们比较倾向于哪一个说法？我觉得我偏向漩涡说这个假设。我们只能针对这3个学说吗？不一定，你也可以扩展。对，因为可能我
个人了解最多的是强磁场的这个学说，因为毕竟在当地很难去进行细致的勘测，所以目前也没有说一个很准确的结果。磁场确实有可能是当中的一个，对，使得导航系统、指南针等等全部失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今天也不是说就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解开百慕大三角之谜，我们是由此引入到我们今天要做的一个实验之上。我们一起进入实验区。小尼，必须要解答我你觉心中的疑问得。这个场景熟悉吗？我太熟悉了。还有那艘绿绿的小船。Jack， 你以为我们费劲巴拉的弄了这么一个大游泳池，只用一次吗？去换衣服啊，没事的。要让小尼参与的这个实验，是从刚才我们引发大家好奇心的一个科学上的假说，也就是关于这个百慕大三角之谜——气泡说的实验。其实，在水里面出现气泡，这种情况我们从小到大见得太多了。包括我们最早自己小的时候，用吸管喝水的时候，谁没干过往里吹气儿啊？对不对？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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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个水里的气泡吹出来。但是，这个气泡跟我们今天的实验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特殊关系呢？稍后我们等尼格买提换好了泳装之后，我们为大家揭晓。来，掌声有请尼格买提。小尼将要参与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实验呢？来，请大家跟随我一起来看看这个实验现场。还是大家熟悉的这个室内泳池，这个池子呢，长7.32米，宽是3.66米，水深是1.32米。我们在这里有6台气泵，总出气量为每分钟9立方米。稍后会在水底产生气泡的区域，面积是3.1米乘以3.2米。为了让大家有个直观的感受，我先给大家打开这个气泵，我们可以看看每分钟9立方米的出气量是一个什么概念。来，3、2、1。好，现在我们看到6台气泵开始全速运转。哇哦！冒出泉了，喷泉。每分钟9立方米出气量，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好，停。小尼乘坐的这个船是110千克的自重，小尼的体重是72千克，这个船的排水量是约为190升。接下来，请各位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当72千克的小尼乘坐最大排水量约为190升、自重为110千克的小船经过池底的气泡区域的时候，将会产生以下哪种现象 ？A. 它的船没有办法进入气泡区域。我选 A 吧，我的脑子里出现了它进不去的那个现象。2. 小尼的船，包括小尼，会在气泡区域沉没。3. 通过气泡区域，小尼和他的船将会安然无恙地通过气泡区域。哎呀，我怎么觉得是 C？ 190升代表能扛190公斤重的东西，因为1升水1000克。那它能扛过那个？可是小尼他总共182千克，对，这就是刚刚好。时间到。现在有选 A， 有选 B， 有选 C 的，有认为你 A 是绕不过是吧？进入不了气泡区。对，我对这个比较好奇，为什么进入不了气泡区？林然，以林然为首的3个保送成员都选了 A。我一下就懵了，因为我后面人几乎全部都选的 A。B 啊，这个沉没确实这点水量，用这个力把这个团给弄沉没，确实有点太夸张了。然后 A 的话呢，其实在我们环境领域也经常有应用，就是我们的污水处理的爆气池就是这样，就是底下有这个气会一直打上来，所以它会不断的有这个环流形成。也就是说，中心区域的水会被气泡冲着往外扩散，
对，所以它的水流始终是往外扩散，所以小尼是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个往外扩散的水流区域。对，是，我们是这样想的。来选 B 的，我听一下两位擂主。我是这么想的，就是说它的排水量最大是190升，浮力大概就是1900牛顿，然后算上小尼的体重加上船的重量，然后它提供的重力大概是1820牛顿，然后出气的速度大概是9立方米每分钟。如果一个气泡在水面胀裂的话，它水并不能及时的把胀破的这个位置然后填补上，然后这个船就可能导致在悬空的位置。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瞬间，它所提供的浮力并不能支持小尼和船在水面上漂浮的浮力。王文轩呢？你怎么想？我的选项也是 B， 原因就是因为，大家有过这么一个概念，叫做质量越大，它的惯性也就越大。它给它一个初速度的时候，我觉得它小尼的和船的总共的重量可以依靠惯性进入到这个气泡区域。那么喷气泡之后，它整个水的密度就大幅度减小了，那相当于它排水所能提供的这个浮力也就减小了，那小尼就掉下去了。好，接下来开始验证。3、2，气泵启动，启动。加油，加油，往前倾，对。加油，加油，往前倾，对。马上就要顺利通过了。加油，加油。冲点气泡能把船给震沉。加油，加油！马上就要顺利通过了。哇，区域沉默也太夸张了。马上就要顺利通过了。哇，要船了，船了，船了！马上！谢谢。哇！谢谢谢谢。非常非常的艰苦，这个条件，谢谢谢谢各位，谢谢。我觉得死里逃生真的是最想念的人，就是你。谢谢小尼。你在船上是什么感觉？我在船上就是有点无可奈何，因为我已经用尽全力的在往前划，但是根本抵挡不住水流到船里的速度。我已经明显的感觉到，水先是从后面灌进来，我使劲往前倾，但是一切都发生在我进入那个气泡区域之后。如果这个真的是海洋的环境，如果真的是我驾驶的一艘船，在百慕大或者是任何一个出现这种情况的海域里，那真的是无人生还。正确答案 B。祝贺我们两位擂主。当一艘船通过一个大量的气泡区的时候，如果这个气泡的这个速度非常非常快，可能有其他流体力学的行为，那这个地方速度显然是不够快的。最重要的因素实际上是这个水中充满了空气，使得这一段的流体的比重大量下降。那我们可以演示一下。我们大家看，我这个船是盛满水的，也就是说，虽然盛满水，因为我是个木质的船，所以说大体上还是漂在水面上的。漂在水面的。漂在水面，但是如果水面底下有气泡的时候，你会发现就会出事了。它就沉下去了。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气泡呢，它还会回来的。再一次掌声祝贺我们两位擂主，各拿到1分。那么接下来两位谁能够进入到下一轮的抢夺，就要看你们在稍后的答题环节谁能够站到最后，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第1轮
答题环节。两位现在已经站上了1对1对决的席位。刚才的实验题两位都答对了，所以现在分数是1比1平。那么接下来的5道抢答题将会决定谁能够有机会去争夺最后总决赛的那唯一一个名额。5道抢答题规则你们都很清楚了，抢答是有风险的，一定要小心谨慎，尤其在今天这样一场激烈的争夺战当中。请两位听好第1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鸟类。线索1，这种鸟类是中国特有的鸟类，被列为国家1级保护动物。我第一个想到就是朱鹮，它是我国1级保护动物。丹顶鹤，我猜丹顶鹤。线索2，历史上它的尾羽不是鲲羽，是尾羽，曾作为汉代武将的头盔的装饰。朱鹮，朱鹮尾巴上有毛吗？锦鸡吗？锦鸡不光中国有哎。线索3，为什么呢？是因为它英勇善战，这种鸟本身就英勇善战。好，王文轩。不会是雉鸡吧？战隼。战隼，我知道，就是一种，应该是一种鹰，是吧？对对。隼。不是吧？然后我第一反应是顶戴花翎，后来想了一下，顶戴花翎好像是清朝。换一个角度，我就联想到战争嘛，我对军事知识的一些了解，就联想到了战鹰和战隼这一方面。回答错误，很遗憾，不是战隼，所以答题的机会转交给了刘金石。刘金石。继续听线索，因为我没有任何答案。现在，他英勇善战，古代被称作鹤。这是歇一歇的歇的左半部分加上右半部分的鸟，念鹤。我不知道什么鸟。不然题目难度升级。线索4，它是山西省的省鸟。山西省把它作为一个标志性的动物。雅雅姐姐是山西的，不知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鸟类名字里好像也有“鹤”这个字吧？如果你需要我给你一点提示的话，我可以这么告诉你，在它的名字里，其实有2种动物的名字。啊，是什么？我好像记得那个武将头上的羽毛的。褐马鸡，褐马鸡，褐马鸡。这已经提示的非常非常大胆了。刘金石，再给你5秒。姿势都崩溃了。而且它和现在人们喜欢的一种放松的方式，听上去很类似。心里仍然是没有答案的，我非常慌张，想不出来，没有办法。是猫头鹰吗？猫头鹰。这猫头鹰在哪儿都有啊。确实，猫头鹰这个名字里面有2种动物，一个猫，一个鹰，但不是。因为猫头鹰在古代也是代表战神的意思。但是好像汉代的将士没有用猫头鹰的羽毛做过头盔。猫头鹰尾羽很少吧？应该。对，正确答案叫褐马鸡。什么玩意儿？不知道，没听过。褐色的褐，奔跑的骏马的马，公鸡的鸡，只是听说过。褐马鸡为我国独有物种，主要分布于中国河北西北部、小五台山、山西西北部和吕梁山地区。很遗憾，2位都没得分。毕竟还是1比1嘛，我内心没有什么压力。后面应该像以前一样再稳一点，就不要太着急的先去抢答。请听第2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科学家。线索1，他出生在18世纪，由于家境贫寒，只上过2年小学。
却凭个人努力成为了伟大的科学家。我感觉好多的科学家全都是，就是贫苦出身，还是没有一个确切答案。叫啥来着？线索2，他曾经用蒸馏的方法，从生产煤气的残留物当中，首次分离出了苯这种物质。我猜法拉利，好像是法拉利，我忘记了。没人抢答吗？线索3，他发明了发电机和电动机。线索4，注意你们的速度啊！我觉得你们应该能知道了。他发现了电磁感应定律。好，刘金石摁下了抢答键。我要不先抢答键的话，文轩姐姐也应该知道了，抢到比不抢到好。请说出你心里的答案。法拉第，哎，对，法拉第。哪3个字？法国的法，然后拉丁文的拉，地是地体的地。正确答案，迈克尔·法拉第回答正确。他是英国人，出生于贫苦铁匠家庭，经济贫困，小学辍学。但他凭借个人的勤奋，成为了改变人类文明的伟大物理学家和化学家，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尊敬的好榜样。好，我们看看现在2位的分数，2比1，王文轩落后1分。文轩姐姐，我说了，她是一个稳中求胜的对手，我觉得只有以更稳才能面对她。请听第3题。我国有以物咏志的传统，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植物。线索1，它是双子叶的草本植物。内心一片空白。双子叶，什么是双子叶？莲花算吗？那可能是菊花。线索2，它所属的类群是一个超级大家庭，成员之间难以区分。是不是兰草呀？线索3，刚才我说到我国有以物咏志的传统，而它呢，恰好是花中4君子之一。花中君子，梅兰竹菊，也是象征秋天的标志。刘金石按下了抢答键。我内心有个非常确定的答案，必须得加快手速把这道题抢到。花中4君子的话就很明确了嘛，然后就手慢了一点，没摁下去。花中4君子在花中4君子就是梅兰竹菊。梅兰竹菊。去年在沈阳的时候，中山公园办了一场花的展览，就是在秋天，然后我就得到答案，应该是菊花。刘金石，这道题目是因为他去年秋天在沈阳看了一场菊花展览，而且代表秋天的梅兰竹菊，他认为应该是菊花。回答正确，加1分。很遗憾，去年秋天你没有在沈阳。其实这道题听到秋天的标志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也反应过来？对，尤其是花中4君子，对，梅兰竹菊。线索4说完，你们都应该就更清楚了。这种植物的花朵形状的学名叫头状花序。啊，我国古人认为它看起来像是用手捧着米，所以它的名字也是由此而来。好，现在我们再来看3比1。毕竟这是抢位赛，一旦输了就根本就没有再次上来的机会。优势拉到了2分，差不多就赢了。王文轩要加油！如果这一题你再不能答对，而他答对的话，或者你俩同时都答错的话，你就没有机会了。明白。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类物质的名称。线索1，它广泛分布在海水、泥土和动物的肠道这些地方。细菌啊？寄生虫吗？但是它没有细胞结构，它只有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它既然过着一个寄人篱下的生活，那么肯定就是一种病毒了。我第一反应就是细菌、真菌和藻类，其实我比较偏向于藻类。
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年轻人这么冲动，毕竟我已经3比1了，浪一浪有什么不好的？目前这个线索它是一个具有导向性的，并且它能指向很多类的物质，所以我不觉得它能在这些物质里面靠一个线索猜对。我们生物中讲过，就是说细菌有原核和真核。原核就是说没有完整的细胞结构，就是说原核是没有核膜这一个结构。动物的肠道中就是一种益生菌，然后说一类物种的话，我就觉得应该是原核细菌。遗憾，回答错误。答题权将转交到王文轩这边，还有3个线索，你也可以随时按下抢答键，你也可以大概有一个答案，但是我要听完。你也可以听我把所有的线索说完。线索2，它由核酸和蛋白质组成，本质上属于病毒。咋了？病毒感染了？没事没事没事，哎呀，后悔了后悔了。我其实非常后悔，如果让我再听2个线索，我肯定能答出来。继续听吗？线索3，它可将自身遗传物质注入到宿主的细胞内。我感觉高中有学过，但我忘了。噬菌体，并完成复制与生物合成。最后一个线索，人们利用它来和细菌斗争，在面对细菌的时候，它是人类的武器，曾用于治疗烧伤后的感染等疾病。当然是细菌体了。大概有方向了吗？大概知道了，因为跟我最开始想的那个不太一样。因为但这道题目你一定要答对，如果答错，你将失去争夺的机会了。我想到了一个中学阶段的生物实验，大概是检测 DNA 的在细胞中存在的作用。知识是不会欺骗自己的，如果你确实掌握这个知识点，能够对得上我说的这以上几个线索，哪怕不一定完全每个对得上。应该说的更具体一点，还是说一类？是抗生素还是青霉素都？青霉素。它是一种病毒，本质上属于病毒。因为我不知道它这个类别到什么程度。很遗憾了，正确答案是，有谁知道？凌然。我认为这个题的答案应该是噬菌体。噬菌体是病毒的一种，我们高中生物里面非常著名的一个实验，就是用噬菌体去侵染细菌，看这个遗传物质到底是蛋白质还是核酸。对对对。噬菌体就是上面我们经常画的一个6边形，然后底下几个叉。两根角。2根角，然后进去了之后，它会把这个核酸 DNA 打入到这个细菌里面。这个是我们高中生物里面非常著名的一个实验，最终通过噬菌体证明了核酸就是 DNA 和 RNA 是遗传物质。祝贺凌然拿下1分。噬菌体，吞噬的噬，细菌的菌，身体的体。憋了半天也没憋出来噬菌体的名字，然后凌然一说噬菌体的时候一下就反应过来了，但是没有憋出来名字。噬菌体，这是能够侵染细菌、放线菌等原核生物的一种病毒的总称，我们叫它噬菌体。很遗憾，这道题2位都没能答对，但是要祝贺刘金石能够进入第3轮的争夺。所以现在对于你来讲，仍然还有机会去拿到总冠军的席位。而对于王文轩来讲，非常遗憾，在最后环节的争夺当中，没能够继续战下去。有请王文轩再次回到挑战席，掌声送给王文轩。在参加了这个节目之后，很大程度上重燃了我对生活、对于科学、对于探索的这种热情和热爱。加油向未来通过一个个实验，然后让这些孩子能够更多的了解科学，更多的有对科学和未知探索的欲望。在整个过程当中，我学到了很多知识，我也体会到了分享知识的意义和价值。我觉得我这一季已经圆满了。好，那么接下来这个环节进入到抢位战的2位将是韦坤杰和李萧然。
化学圣斗士李萧然，人大附中高一在读，善化学，喜吟诗。识人莫笑池中水，浅处无妨有卧龙。解读古诗词的能力迅速而又准确。横，加重于其一旁，必垂权重相若也。杠杆，他逻辑缜密，常提出自己对题目的理解和不同看法。康熙皇帝，他基本统治整个中国17世纪后半叶。少年才俊、学富五车的他，在本期重回擂台，是否能够一战到底？而他即将对战的选手是以史服人韦坤杰，善于发现科学原理背后的故事。爱因斯坦非常无奈，所以他吐出了舌头。没有，没想到不是这样的。你在质疑我？列文虎克，错了，罗伯特虎克。台上只出战一轮，却成为唯一战胜陈坤宇的选手。氮气，爱因斯坦，伦琴射线，能把陈坤宇打下去。此番抢位战，渴望破除运气质疑，为自己证明。两位又是再一次站上了对战席，把你们今天的对战宣言跟我们分享一下。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我在下边也做了这么多期了，我总算站上来了，所以我想在上面一直站着。但是你的心态很对，把自己放回到起点，而今迈步从头越，一道题一道题的再来。希望你能像自己想象的那样，让自己一直留在这个站台上。韦坤杰，既来之则安之。既然我来了，那我就要安安稳稳的认真打，努力去赢。韦坤杰说的这个安，就是他打算在这儿板上钉钉一样，稳稳当当的，一直站到最后。希望你有这样的实力。好，接下来两位同样要面对的是一道实验题，我们一起进入实验区。品质、智慧、和悦，让汽车驱动梦想。本节目由东风汽车独家冠名播出。这是我见过颜色最艳的足球，颜色好鲜艳的，特别像个糖果。这是接下来实验的道具。对，我们可以回头看一下。我们今天在现场设置了一个室内足球用的球门，我们的守门员是一台机器，任务很简单，把这颗球踢进球门。但是今天这个实验，小尼帮我们请来了特别的实验员，那就是来吧，林然。大家知道吗？林然他曾经可是新加坡国立大学足球校队成员，到现在都已经踢了12年足球了。吃吧，孩子。其实上一次有足球项目的时候，他就想上来体验了。再来，不错，林然不错。他反应是快的，力量还是非常大的。曹老师，来。当年世界杯的时候，法国队长普拉蒂尼有一脚很漂亮的罚球，就是说一个罚球的人，无论如何你要骗过这个守门员。你能骗过他吗？哇，曹老师可以啊，稳。曹老师成功的骗过了他自己。
我再来一球，再来一球，再来一球。他动作还真反应真快。大家看到没有？这就是一个科学家真实的面目，就像孩子一样，对什么事儿都很好奇。而且很执着。来，他动作反应是快。现场再给我一个球。哎呀，来，我们俩一起看他的反应是什么？对，曹老师一个，林然一个。结果机器疯了。他会防先到的那个球，叫左右互搏，你知道吗？你们这是违反规则的。3、2，出脚。骗过了一个。骗过了一个。哇！哎，你们还挺得意的。我觉得用违反规则的方式赢得了胜利。我跟你讲，小妮，这个就有点像那个你导弹啊，打飞机的时候，飞机不是在后面尾巴上会抛出几个诱弹，就让你不知道到底哪一个是真正的目标。当然，现在我们这一定是违反规则的。对，在一个球的情况下，我们刚才经过几次实验发现，确实很厉害。确实很厉害。这是为什么呢？这背后藏着什么样的奥秘呢？对，让我们掌声有请守门员的研发设计者，中科院自动化所王金桥老师。这是您的新作品。这是我们新做的。我们去年给大家展示的是同一品类的不同目标的这种精细识别。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这种动态的高速目标的精准的轨迹识别。动态高速目标精准的轨迹识别。轨迹识别。我们把它刷成橙色，是为了更鲜明的从这个场景中把它提取出来。这是一个数据的回归，就是我们是装了2个高速的摄像头，左上角和右上角。通过双目呢，这2幅图像呢，从图像空间映射到我们真实的3维的真实物理空间。当球一被打出来的时候，我们根据它的这个轨迹，然后实时的检测和跟踪，来预测它未来的这个飞行的一个趋势。但是我觉得毕竟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人工智能守门员，我觉得人类对于精准度、方向各种因素的判断还是要超过人工智能。所以，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再给守门员提高难度？怎么实现？有请实验员拿出我们的实验道具。我们现在这个场上的道具为大家介绍一下：地面斜坡横向放置在离球门2米的位置。足球经过斜坡弹起，模拟纵向折射球。这里有一个立板，它模拟的是3个其他的球员。立板放置在门前2米位置，垂直于门，足球打向立板，反弹向球门。但是请注意，我们这个实验的发球是由发球机来完成的。请各位接受题目，并发送猜想。如何才能把足球送入球网呢？通过这个发球机和我们前面的2块板 ，A， 纵向折射球，也就是这样弹进去 ；B， 横向折射球，也就是打在这个板子上弹进去 ；C， 都可以进球。要是都能进球的话，设计它干什么？设计它干什么 ？D， 都不可以进球。看 C 反正。我咋感觉都进不了呢？要不是 C， 要不是 D。我选都可以进球。2位擂主首先选的就不一样，一个选了 A， 一个选了 B， 也就是当我看到他选 A， 我选 B 的时候，我是相对来说有点窃喜的。根据我的分析 ，B 选项比 A 靠谱。我看到我和李笑然的选项是不一样的时候，其实心里面有一点小紧张，对自己的答案不是特别有信心。韦坤杰认为纵向的这个是可以弹进去的，而李笑然认为是横板这个是能弹进去的，为什么？如果是纵向的这样的话，如果它的速度够大的话，可以近似的把它，就是还没有碰到那个横板的那一部分看成一个直线。所以如果是这个机器它来计算的话，应该是一个线性的，所以它的计算到的那个点应该是沿着这条直线后面就是它的延长线上。
而如果是那个板上的话，它打过去一个入射和反射的，我们知道入射角等于反射角，这个相对于计算机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好计算的。所以你认为 B 是会被挡住的，但是 A 有可能性。对，我认为右边这个横向弹的是可以的，原因是这样：如果是纵向弹的，这个发射机它如果想弹到那上，它必定是有一个俯角，这样的话它还是一个向上的倾斜角，它们两个之间的角度就会很大，它的速度就有很大程度上转向一个向上的速度，这样的话相当于说进球门的速度就降低了。而旁边这个门它就没有把这个速度转化为其他方向的这个分量，就相当于让它的判断时间更短。然后我观察到这两个反弹装置离门的距离都差不多，那么我觉得哪个弹完的进门的速度更快，哪个就应该更不容易被这个守门员守住。我再听一下 D。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类似我们计算物理中学过的叫分子动力学模拟，就是利用前一个时间间隔的已知的参数来模拟后一个时间间隔的可能的未来的轨迹或者是速度，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轨迹的计算。只要你全程跟踪这个球的轨迹，你就必然能够预测出它最终的落点大概在哪个位置。然后由于板和球的面积都非常大，所以可以容许的误差其实不是很小的，所以我觉得这完全是能够挡住的。所以我认为应该两个都不太可能能进去。小倪，你认为呢？我现在已经被他们说晕了。这样，究竟是哪一种情况？我们还是通过验证来给出大家答案。接下来有请实验员来为我们操作发球机。我们首先验证选项 A。挡住。你们凉了，凉了。哦，他做了2次反应，你发现没有？对。真的，他先倒地，然后起来了一点，所以纵向折射显然没有办法骗过我们的人工智能守门员。那接下来看看选项 B， 横向折射。守门员非常的从容，只做了1次倒地扑救的动作。事实证明 ，A 和 B 都没有办法骗过人工智能守门员。正确答案是 B。谢谢你们对守门员的信心。您可以给我们揭秘了。实际上，刚才2种方式它都能挡住，是像我说的那样，它其实计算的是最后2米吗？还是说前面的轨迹它也算？它前面一直都在算，它只是根据它的轨迹的过程中不断的修正自己，它有自我修正的能力。当它有折射的时候，我会根据这个折射重新来预测它在哪个位置。所以整个的从它的中心摆到右下，大概的时间是20到30毫秒，只要不突破这个速度，它都能给挡出来。但我想您的这个技术，它的应用场景一定不是要用机器来取代人类的足球运动，一定不是这个，还是在军事方面应用更多一些，就是我们的这种空中的精准打击和目标的精准拦截，就是根据飞行物它的实时的位置，通过我们的雷达和我们的视觉系统实时的定位，并实时的进行一些空中的拦截，这是这方面应用非常多的，这也是这些应用推动了这个技术的不断的发展和进步。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误解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以为就是一个游戏人工智能，它其实是一个训练项目，真正的运用场景广泛、深刻，甚至有可能会颠覆未来很多领域的我们现在传统的这些技术，大有可为。谢谢王老师和团队。曹老师，您对刚才这个项目
我再提醒大家一个重要的知识点：当我们研究空间一个物体的飞行轨迹的时候，笼统的来说，它就是一条曲线。而对曲线的描述，不是描述那个曲线关于时间怎么变化，而是位置相对于飞行路径的变化，这才是最根本的学问。要想学会对飞行轨迹的描述，就要学会如何用飞行路线长度来描述那个轨迹。这个可能大家不熟了，这是微分几何里最基本的学问，也是广义相对论要用到的最基本的学问。其实我每次听曹老师的解读啊，我都有一个感觉，就真正的科学家一定是应验那句话，就是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结果不是。真的，就像我们面对今天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很多人都说啊，那我知道人工智能无非就是算法嘛。但是当我们觉得最简单的一个东西、一个知识的时候，就像曹老师说的，一定背后还有很多高深的东西我们没有想到。所以希望各位在科学的道路上，不要有停下来的那一瞬间。即便加油向未来本季已经接近尾声了，但是探索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息。两位擂主都没答对，但是对于你们来讲，都没答对也是一件好事儿，意味着你们两个现在仍然还是0比0。分数虽然是平了，但是心里还是有一点惋惜，错失了一个能够拉开比分的机会。没有落后，我心里就挺高兴的了。线索题我相对擅长一点。接下来就看两个人接下来的答题了。来吧，一起进入这两位选手的1对1答题时间。扫描屏幕小程序码参与直播赛同步答题，赢取精美大礼。只要您来答，一定有收获。接下来是韦坤杰和李萧然两个人之间的对决，因为刚才的实验题两个人打成了平手，0比0，所以接下来5道线索抢答题至关重要。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请听第一题。除了出身和努力，人有时候也是需要一些运气的。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生物学家。线索1，他在无意中的发现，拯救了无数人，使他获得了1945年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弗莱明。需要这么快吗？应该就是对了。小尼念出第一个线索的前半句，我心里已经有了正确答案，就是弗莱明。所以我想的是，再多听一个线索来确认我心中的答案。但是没有想到李萧然立马抢下了。拯救无数人的科学家很多很多。我知道，但是生理学家，你又说1945年对吧？1945年正好二战结束那一年，他的这个贡献可能在二战和二战之前这段时间。我想到的就是弗莱明。他1947年获得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的是哪位？我不知道。在确认你的答案之前，我们来先听听后面几个线索。线索2，他出身于农民家庭，7岁丧父，13岁外出打工，却因意外得到叔叔的遗产，进入伦敦大学圣玛丽医学院学习。1921年，他在身患重感冒时带病做实验，却在被鼻涕和眼泪沾染的细菌培养基上发现了溶菌酶。线索4， 1928年，他在做实验的中途跑去度假，回来后却在实验室里的葡萄球菌培养基上发现了青霉素，那就是弗莱明。回答正确。1分的领先优势很容易被抹平，如果能拿到2分，就是个赛点。我想下一道题我应该还是激进一点。这道题很遗憾，我没能够把握住机会。请听第2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非常有用的物理名词。线索1，它方向性好，能量集中，广泛应用于零件清洗、快速测距、海洋碳。完了，他又抢了这道题，我这一轮应该就没戏了。超声波。超声波。激光。激光，这个100%激光。海洋探测，清洗零件。清洗零件肯定是可以的，超声波清洗我知道。确定。我就超声波了。超声波不行，次声波。不改了。不改了。那我就要负责任的告诉你，
你的回答是？千万不要让他答对正确的答案，因为这道题对我来说至关重要。你的回答是？正确的。正确的。那我们来听听接下来的线索是不是指向性更加的明确。线索2，它穿透力强，安全性高，常用于内脏的成像、胎儿心跳监测等医疗检测当中。线索3，它可由压电陶瓷片加高频电压产生，是一种机械波。线索4，蝙蝠和海豚利用它来探测障碍物。正确答案是超声波。比分拉到2分，我觉得，我这轮就应该有戏了，觉得就应该稍微稳一点了。没关系，我们接着继续努力。下一道题我一定要答对，只要我心里有一个答案，我就得马上按下抢答键。加油啊，到赛点了！请听第3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人体内的物质。线索1，成熟以后没有核心的。谁？哇！对，抢！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我就得马上按下抢答键。一旦错失了这个机会，我就真的没有再翻身的余地了。这道题我觉得很遗憾，没抢到。韦坤杰，希望你能答对。红细胞，对，确定吗？确定。哺乳动物成熟的红细胞是我们所学过生物里唯一一个成熟之后没有核、没有细胞器的一个细胞。成熟以后没有核，不止红细胞一种，还有血小板。我们来听听线索1的后半部分，能量来源靠血糖。还没有公布正确答案，我相信现场响起的掌声就是对韦坤杰的肯定。那我们来看看线索2，富含铁质携带氧，全身血管穿梭盲。线索3，它是红色小飞碟呀，四周对称，中间凹。线索4，若是贫血探究镜，可能飞碟变镰刀。正确答案呢就是红细胞，没错。漂亮，3分。红细胞是血液内数量最多的一种血细胞，正常红细胞是双凹圆碟形，而镰刀型红细胞贫血病是一种遗传病，当它变成镰刀状之后，它就失去了它原有的一些功能。对，这种病很严重，然后一般它的患者基本上在年幼时期的时候就会夭折。好，恭喜韦坤杰得到1分，现在是2比1。走。我是真的非常的开心，这道题能够正确，大大的增强了我的自信。请听第4题。我现在拿的是赛点，我要答对这道题。观察植物，研究植物，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植物。我肯定要完了，肯定要凉了，撞到了我不太擅长的领域。线索1，它是单子叶木本植物。是小麦、水稻和狗尾草的近亲。高粱吗？线索2，它是多年生植物，我们很难看到它开花。风信子吧。接下来的线索很关键，开花意味着它生命的终结。李萧然一按下了抢答键，我脑子一下就嗡的一声就响了。好吧，竹子你不知道，你确定吗？我印象中竹子开花它就要死，然后而且竹子是单子叶植物，这个我也很清楚。它为什么开了花会死啊？听说是因为它开了花以后，它耗尽了这个植物体中的能量。但是有一句俗话说，竹子开花节节高啊。芝麻开花，那是芝麻。好嘞，不跟大家开玩笑了。我们来听听后面的线索。线索3，古代的信笺、万花筒、弓箭、笛子里面都有它的身影。线索4，它是花中4君子之一，是熊猫宝宝的最爱。所以正确答案是竹子。恭喜李萧然再得1分。现在我们场上的比分是3比1，所以我宣布这一轮胜出的是李萧然，恭喜李萧然。萧然很强啊，我感觉他这次表现得很强啊。他很强，他挺强的，他挺强。
为什么我要跟李潇然打。听到或者是李潇然之后，我内心压力倍增，有可能打不过他。所以在第3轮当中，我们将会看到李潇然和刘金石2人对决，争取我们总决赛的最后一个名额。接下来我们要把掌声送给同样表现精彩的韦坤杰，谢谢你，请回到选手席。参加了这个节目之后，对科学真理的追求那种心态有了很大的改变。我觉得我应该是广泛的去了解科学这个海洋中每一点值得我们去了解、去学习的知识，而且我觉得努力的把科学普及给大众，这也是《加油向未来》这个节目最初和最真诚的目的。其实我发现韦坤杰你的人缘挺好的，而且他是一个非常仗义的一个男孩子。我觉得这就是猜想团的成员们，无论年龄的大小，通过《加油向未来》这个舞台凝结成的一种非凡的力量，一种关系，像家人一样。希望在这一季的节目结束之后，这种关系能够一直延续下去。无论未来我们在什么样的领域里，都成为永远彼此帮助、一生走下去的好朋友、好兄弟。谢谢你们。好的，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欢迎第1轮当中胜出的刘金石站上对战台。加油！刘金石、李潇然，2位终于相遇了，所以接下来今天的获胜者将在2位当中诞生，但是只有1个名额。先来听听你们的对战宣言。遇智挑智，遇强战强，笑对挑战。一个人的气势永远不是他自己说什么就是什么，一定是他的话再加上他的实力一结合，才是他真正的气势。我觉得他的气势是相当的足，十分的凶猛。来，萧然，每一次对战新的选手，这个比分从来都是从0比0开始的，没有说我一上来占据什么优势，所以还是从0开始。在看了韦坤杰和李潇然的对战之后，我觉得李潇然是一个非常爱冒险的人，可能跟他拼手速确实是拼不过。如果他要是冒险有一道题冒错了，我的胜率还是会有的。好，2位现在站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马上进入今天的第3道实验题。哎，这是一个帆船。什么帆船？小帆车？哦，对，带轮子呢。哎，但你别说，还真有一艘帆船，叫做东风号。这艘东风号代表中国参加了全球最顶尖的离岸帆船赛事——沃尔沃环球帆船赛。该赛事是世界最顶级的3大帆船赛事之一，被誉为航海界的珠穆朗玛峰。全程共45000海里，途经6大洲及12座地标城市，是一场日以继夜、不间断航行的海上终极马拉松。在今年6月24号，东风号帆船率先冲过位于荷兰海牙的终点线，成为该赛事历史上首支登上总冠军领奖台的中国船队。今天我们在现场呢，做了这么一个模拟的帆，但是我们把它安装在了一辆小车上面。我们知道帆船在海上是通过改变帆和风向的这个夹角来前进的，但今天我们这个东风号在现场也可以做到。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我身后，我们看到有8台巨大的排风扇，打开开关以后，风扇将以5米每秒的速度吹向东风号。我旁边的这台东风号，车长3米，高3.2米，帆的面积是2.7平方米。风帆车的中心位置到风扇的距离是5米，并且与风扇呈15度夹角。接下来，请各位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在3种调整角度的方式当中，第一，
顺时针调整45度。第二个方案逆时针调整45度。第三种方案与小车的中轴线保持平行角度，也就是现在这个角度。有几种方式可以在风扇打开以后让风帆车向前行驶，请注意车头是这边。A 一种方式 ，B 2种方式 ，C 3种方式都可以。我觉得中间那种，我觉得逆时针那种。那选个3种。第2个和第3个。看看各位的答案。好，2个列主，一个选了 A， 一个选了 B。刘金石认为是只有一种，哪一种？逆时针45度。我希望我实验题不要错，因为刘金石实验题很强，我实验题很弱。如果错了，他会给我开一个不太好的头。看到了我身后的一帮选手们都选了 A， 所以我还是内心比较稳的。为什么？上面的和右下方的以这个15度的为坐标轴，然后一个垂直的坐标轴来分解的话，只有那个逆时针45度的，它的力才是冲向车头方向的，所以我觉得只有逆时针45度它才能走。所以你选了 A， 对，所以我选了 A。一方面是我的确没有对风吹到帆上这个事情有概念，第二个是我看他的表述，我没有一下发现他会有什么逻辑漏洞。我觉得那这样的话，就说明他的表述是正确的。你为什么认为是2种？哪2种？我觉得刘金石说的很有道理，几乎被他说服了。对，我被他说服了。会不会是右边那个给的力少，左边那个给的力多？然后这道题我的确不太确定。不管了，反正他们说这么多，最后不还得咱俩来揭开吗？是。小倪，你休息一下。哦，太好了，你上啊！今天我来。有请实验员。我们首先验证第一个角度，顺时针45度。5、4、3、2，点火！哎呀哈！凉快！哎，动了！第一个方案，正如大家分析的，当风鼓足了以5米每秒的速度吹过来的时候，小车会往后倒退。接下来调整风帆，逆时针45度角，验证开始。逆时针45度角，非常明显。前进，不要停，继续往前冲，不要停，继续冲。没有，它出了这个风区就停了。逆时针没问题，意义最大的就是第3个。跟我们的小车的轴线保持一致的情况下，究竟是往前还是往后，还是像某些人说的那样保持不动？这个结果是最令人期待的。它将直接关系到答案是 A 还是 B。验证开始。我感觉到这个车在挣扎，它很想往前走，但感觉好像力度不对，力度不够，给点力。有反着了。而且我可以非常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力量是往前的。哦。前进。走，走。动了。啊，动了，动了。走了。它在非常缓慢的。非常缓慢，但是还是走动了。正确答案
主持人，什么？刚刚鼓风的时候，帆还是有一定的变形。曹老师认为不会动，对吗？不，它因为中间它两个卡的这个栓中间有一个活动点。来，用我这个手卡卡在这里边，让这个帆没办法转，这里就可以了。再次实验，来吧。3、2、1，起风！前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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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下来，你太沉了。我给一点点推动力，试一下下，好不好？我看它是不是因为摩擦力太大？没用。所以正确答案 A， 恭喜刘金石。当帆面与车头方向逆时针呈45度时，帆面受到的压力有向车前方的分量，因而小车可以前进；而当帆面与车头方向顺时针呈45度时，帆面压力有向后的分量，因而小车会向后运动。帆面方向与车头方向平行时，在车的前进方向没有分量，所以小车不运动。曹老师，类似这个帆船也好，或者说我们的用帆推动的风车也好，仅仅在帆上的那个受力是不足以决定它的运动情况的，这是一个约束体系。那么具体到帆船，风会有一个垂直于帆面的力，好的运动员会巧妙地调整帆和这个船头这个夹角，那么帆的力就会作用到这个垂直方向，就会作用到船上。可是船侧面是什么？侧面水，就是说还有压缩到水上面，那水对船那个力的切线那个力，才决定了船往哪个方向走。帆船选手他不停调整帆的时候，但是他眼睛瞄着终点的方向，但他船头可不是指向终点的方向。谢谢曹老师。那么这道题过后，两个人现在已经有了比分差。是的。刘金石为下面的答题奠定了一个不错的基础，但是并不意味着刘金石就是最后的胜利者。我是以1比0的优势领先了李小冉，所以我还是比较高兴的。既然落后了，我就要在后边的线索题中取得优势。你们两个人谁能够最后进入下一期的总决赛，就看后面这5道题。一起进入我们本季在总决赛之前的最后一次1对1答题。扫描屏幕小程序码，参与由金鹏电动3轮车独家赞助的直播赛同步答题，赢取精美大礼。只要您来答，一定有收获。准备好了吗，两位？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同样是线索题，可以在听到任何一个线索之后摁下抢答键，但如果答错，答题权就将交给对方。所以一定要谨慎，但与此同时又要果断。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类生物的名称。线索1：单细胞真核生物，一般迎出芽繁殖或裂殖。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厌氧细菌，目前没有别的答案，只有这一个厌氧细菌这个答案。一听真核，哎，这是个好东西。它有2种繁殖方式，这个线索都指向了我心中知道的一个答案。线索2：喜欢偏酸性的含糖环境，
能发酵糖类产能。他的那个抢答的手速，还有敢于冒险的这个精神，我觉得真的非常可怕。我落后，所以我不能让他拉开领先优势，所以我还是要冒进一点。而且也是因为他是偏向于保守的1、2选手，如果被他抢到了，很有可能他就是对的。我不如抢在前面，输出一个可能对可能不对的答案。我不太清楚。不太清楚你这么自信吗？这题如果被他抢过去，这个劣势太大了。其实我猜是酵母菌。我也猜是酵母菌。完了，完了。酵母菌它只是单一的一种细菌名称，我觉得它并不代表一类，所以我觉得这个有问题。所以你最后确认你的答案是酵母菌。我也想它是酸性，会不会是醋酸杆菌？后来一想，醋酸杆菌是一种真正的细菌，它不是一种真核生物，我就把这个排除掉了。我的答案就指向了一个叫酵母菌。酵母菌。高中生物接触的唯一一个出芽繁殖的就是酵母菌。我会念完后面2个线索，然后你们再来判断。线索3，人类最早的家养微生物，跟人类结缘大概也有差不多5000年了。线索4，可用于面包生产和啤酒酿制。正确答案：酵母菌。据说是5000多年前埃及人在做面包的时候，偶然间发现酵母菌，广泛应用，而且应用很早。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也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用酵母菌酿酒，面包发酵的过程也是酵母菌在起作用。此外，酵母菌还可以用于甘油的发酵、提取凝血质、维生素等生化药物。尽管优势没有，我觉得我还是要比较稳的方式对待它。好。接下来，请2位听第2题。近代科学始于西方，我们虽然在近代落后，但从未停下过追赶的脚步。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中国科学家的名字。线索1，他是中国实验胚胎学的主要创始人，通过对两栖类和鱼类的研究，揭示了胚胎发育的极性现象。一听胚胎，我想完了，我啥都不知道了。他是谁啊？不知道。线索2，他曾提出生物遗传性状是细胞核和细胞质相互作用的结果的理论，并且培育出了一种单尾鲸鱼作为证明，而这个鱼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哦。而这个我知道这个，但我不知道名。童地洲吧，童地洲。我那还是没有任何答案。线索3，他生于清末农民家庭，幼年丧父，凭个人努力终成大器。他曾经有一个故事叫《一定要争气》，曾入选小学语文课本。我怎么没读过这个故事呀？我没见过，没有啊。不是我们这一代的课本。最后一个线索，他开创了中国克隆技术的先河，被誉为中国克隆之父。看来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在关注很多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和理论的同时，却恰恰忘了从科学家的身上去感受更多他们对科学追求的这种执着的状态和精神。尤其是咱们中国自己的科学家，也许年轻人知道的还并不多。我是记得我小的时候学过这篇课文，一定要争气，讲的就是这个科学家的故事。但有可能在后面教材调整的时候，也许你们不一定遇到过这篇文章。哎，4个线索都说完了，其实一点思路都没有。我觉得这个人肯定是我没听说过那个人，就算我抢了，我也答不上来。我估计对面刘进石应该也是这么想的。在中国的生物学家里，我只知道屠呦呦一位，其他都不知道。最后5秒钟，如果都答不出来，这道题就算2人都不能得分。时间
到。很遗憾，有谁能告诉他们两位？林然，胚胎实验生物学家应该是我们浙江老乡宁波人童第周。回答正确。童第周先生。童第周先生培育出的单北金鱼被称为童鱼。据说画家吴作人还用这个鱼作画，诗人赵朴初曾经关于这个鱼写过一首诗：“一种何来首尾书，画师笑答是童鱼。他年破壁飞腾去，驱遣风雪不怪渠。”说的就是童鱼。小学的时候倒听说过童第周这个人，但是小学时候不知道什么是克隆。我不知道这个人，就是没有听说过。很遗憾，两位在这道题都没能得分，目前还是1比1平。请听第3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生理反应的名称。生理反应，膝跳反射。线索1，它在畜牧实践以及驯兽方面有广泛应用。条件反射，条件反射吗？线索2，我们说的谈虎色变、望梅止渴、画饼充饥的故事，都和它有关。好，刘金石摁下了抢答键。就是条件反射。我既然已经想到了，就不能再给对手任何机会。既然说到望梅止渴和谈虎色变，我觉得这是条件反射。你认为这种生理反应是条件反射？对，因为刚出生的小孩子当时看到老虎的时候是不会去害怕它，但是一旦看到老虎在捕猎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就以后会形成这个条件反射，就是看到老虎就非常害怕。那望梅止渴呢？看到了梅子，我的就是想到了梅子的那个酸甜口味，所以我就止渴了。它也是基于一种条件反射。嗯。正确答案，条件反射。画饼充饥、望梅止渴、谈虎色变，都是基于动物在后天学习当中逐渐形成的对一定条件下的外界刺激做出反应的这种生理反应，叫做条件反射。我能问一下，畜牧业它有什么应用吗？我不清楚。畜牧业也有啊，用那个缰绳让牲口来感知方向。你能告诉我是谁最早发现这个现象并提出相关理论？巴甫洛夫吧。他是哪国科学家？俄国人吧。俄国生理学家最早发现这个现象并提出相关理论。他当时是用什么动物发现的？是狗啊！看来他对这个科学故事还是比较了解。他是用狗，他就测量这个狗的唾液的分泌啊，就发现每次给狗送食物的时候，只要一摇铃，时间长了以后，这个狗只要一听到铃铛，还没看到食物，就开始分泌唾液。所以他就从这当中感觉到，动物通过后天学习是能产生这样一种后天反应。好，现在还是2比1，关键的一题来了。他反超1分，其实对我的打击也挺大的。他领先了，又是这么一个稳健的对手，真的心里很慌。我即使领先了李小冉1分，我觉得他也很快会能追回来，所以我内心还是真的有一丝慌张。请听题。实验是检验科学真理的唯一标准。对物理学而言，理想实验与真实实验同等重要。理想实验是那个斜面。理想实验也对。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物理实验。线索1，这是一位奥地利物理学家1935年提出的理想实验。哇 ，what？ 物理实验有很多，经典的就那么几个。请告诉我，就他那薛定谔的猫那个实验。谁？薛定谔的猫。啊，虽然说它是以实验者命名的，但是我觉得还不是特别对。薛定谔是个奥地利人，奥地利人这是个很强烈的线索。1935年，这是一个什么时代？这是一个进入到就是量子物理的时代。少年人有的时候啊，就在于瞬间的冲动，可能往往会让自己没有挽回的余地。理想实验最著名的一个是爱因斯坦的光箱，一个就是薛定谔的猫。但唯一能够让自己释怀的就是这一瞬间你做出的冲动，紧随着的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回答正确。
这个实验针对哥本哈根学派的波函数统计诠释，将微观定律与宏观物体联系在了一起。这是一个性命攸关的实验，实验的对象生死未卜。这个实验的主角是一只猫。这个实验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像一个谜语一样。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有科学家用他们的方法来证实这个经典的思想实验。最后一题，非要搞到这么紧张吗？非要拼到最后一题吗？谁答出来，谁就是决赛的参与者之一。加油，加油，加油，加油！这道题不管知不知道也要摁，要么是他的最后一道题，要么是我的最后一道题。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人体组织的名称。线索一，它作为人体组织的唯一性和稳定性，使得它可以用于身份识别。有指纹、唇纹、虹膜、瞳孔这4个答案。我心中有一个唯一的答案，但是我不确定它的正确与否。我希望再听一点，多听一点儿也好。线索2，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人。虹膜。看到了他按下抢答键之后，我内心其实是完全崩盘，因为我没有预料到读到这个时候了，他还要这么浪。虹膜是组织吗？是啥？虹膜就是虹膜眼睛里就是一个组织。我刚刚还提醒过你，年轻人该沉稳的时候一定要沉稳。非常遗憾，该果断的时候一定要果断。祝贺你答对了，虹膜。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该组织的颜色有所不同。如果把人眼比作相机，那它的功能则类似光圈。该组织包含肌肉，其中心处的小圆孔称为瞳孔。所以你如果答瞳孔，那就错了。它的组织名称叫虹膜。祝贺李潇然进军决赛。果然是反应速度比刘金石稍微快了那么一点。其实我相信，如果我说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他的颜色，可能听到这2个字，你就能做出选择了。对，但没关系，科学道路上的每一次错过，也许将会遇见着下一次更美好的相遇。祝福你，加油！我们用掌声迎接刘金石。一起奋战了9期节目的好朋友，也在用拥抱给刘金石送上安慰和祝福。此刻的心情是什么样的？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辜负了大家对我的期望，我其实还是挺悲伤的。尤其是陈怡姐姐给我折了一只千纸鹤，她就特别希望我在最后环节能胜出。谢谢你们所有人支持我，我尽力了，谢谢。他们给我的鼓励真的非常打动我。在这个加油向未来的舞台，我觉得除了有比赛，还有很多的知识的分享、传递。竞技是吸引更多人来关注科学的一种手段，但是我们的根本目的是要
把科学普及开来。有一场死亡哥哥，加油，我看好你。我们一直在试图用这个节目传递一种理念，那就是我们可以把一个科学节目做成这种竞赛类型的表达方式，但是竞赛绝不是科学道路上唯一抵达终点的方式。真正的科研的道路，靠的是每一个人的执着和你们对科学的热爱。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没有失败可言，在这里只有新的起点。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最后排名。将进入总决赛的4个人是：目前11分排在第1位的陈坤宇，以6分排在第2位的林然，以4分排在第3位的张浩林，和今天抢位战最终胜出的李萧然。祝贺4位！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小倪带领着我们3位猜想团成员来到舞台，让他们4个汇合在一起。有请，来吧。总决赛的4强已经诞生了，也站在了大家面前。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将诞生本季《加油向未来》最终的那位总冠军。所以，究竟谁能够获此殊荣，就看你们下一期总决赛的发挥。加油！这3人我都不怎么想打。我就算决赛位置来玩，我还是最希望能跟陈坤宇再来一场。我和他们一较高下的话，我觉得这个就一较就行了。他们高，我下。无比期待《加油向未来》第3季的总决赛，给你们助威，给你们加油，看你们的了。今天的结尾就让我们一起来喊“加油向未来”，然后咱们一块儿喊出我们的口号，好吧？来吧！加油向未来！感谢北京交通大学物理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中国科学院大学科普团队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各位收看，我们总决赛再见！加油向未来，唤醒心中沉睡的热爱，奔跑别等待，寻找春暖花开。